怎么样？最新样品取回来了，我马上去送检，下面就差个体测试了。送检的时候一定要谨慎。我办事你放心，我爸都跟我叮嘱800遍了，我妥妥的。还是我去吧。啊？你去，我可不放心。万一在路上被哪个小姑娘用美人计拐走了，林伯伯要气吐血了吧？哎，你们这可是赤裸裸的偏见啊！我有那么不靠谱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有姑娘拦，我也是先把正事给办了再说，好吗？所以啊，那就不能耽误你，还是我去吧。哎，我去了。我去，你订商标的事情，商标已经送去了，这2天就有答案了。那个体测试呢？个体测试，行了，明白了，就让他去吧，你就负责个体测试。哦，我知道很多事情你都想亲力亲为，但是你要注意身体，不要太累了。送检的时候一定要谨慎，到了之后给我打个电话。那我走了。我说老大，你哥们儿还在这儿呢，你就对姑娘那么的腻歪？哎，你兄弟我也很累，我也很需要休息的，好吗？怎么了？海邦本草的商标申请被打回来了。为什么？重名了吗？不知道啊，之前我们预申请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啊。还是有可能的。预申请跟正式申请中间有段时间差，可能是这段时间出了问题。太倒霉了，这个名字不能用，还得重新想。我刚才给我爸打了个电话，被他骂了一顿，他就认准这个名字了，换什么都不好使。当然了，这是伯父跟许诺好不容易想出来的。哎，许诺回来没？没有，他说送检完了之后要去研发中心亲自盯着个体测试。好了，尝尝吧，这是我特别为你制作的许氏热狗。这是这么久以来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相信你，保护你。只要我们彼此相信，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克服。
他差不多应该今天就回来了吧？哎，最近他挺辛苦的，你是不是应该请吃一顿好的？我最近特别想吃德国菜。这什么逻辑啊？我应该请他吃一顿好的，跟你喜欢吃德国菜有什么关系？许诺喜欢吃火锅。耶。还有啊，商标的事先别告诉他吧，他最近已经够辛苦了。如果再告诉他这件事情，他又要开始焦虑，忙着想对策。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那我让策划部的同事再去想一想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就在网络上搞一个有奖征集。别小看现在网友们的智慧，可是无穷大的，到时候一定可以想出一个更好的名字来。到那个时候再跟许诺说，可能对他打击会小一点。那就这样吧。美女，既然这酒吧叫随心所欲，那我就随心所欲的敬你一杯。美女，想什么呢？你有病吧？你再说一遍。你你说什么呢？好好说啊！想占姐姐便宜是不是？啊！我告诉你，随心所欲，你以为那么容易呢？人生要真的那么容易，这世界就乱套了，懂不懂啊你？啊？什么人生啊？你以为命运掌握在你手里？你错了。怎么了？没接电话。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他难道还在研发中心忙着呢？我出去给那边打个电话。要唱一首吗？什么情况？唱一首，来一个。行啊，来唱一首啊！要跳啊！我想和你私奔，奔向最遥远城镇，想和你私奔，去做最幸福的人。研发中心的人说，许诺没有拿样品过去检测。什么？许诺没在啊？他该不会出事了吧？还请留给我身边最真心。
不在公司，也不在公寓。你说他也不在研发中心，那他去哪儿呢？喂，许诺，你好，这里是随心所欲酒吧。这个手机的女主人在这儿喝醉了。你们酒吧在哪里？酒吧。他今天没有带样品去做检测，还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疲惫不堪的样子。你好好照顾他，我先撤了。给你熬了粥在餐桌上，记得吃一点。你昨天醉得太厉害了，养养胃。要是太累，就在家休息，不用来公司了。许诺，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，不让你受伤。志泽，对不起，我要让你失望了，原谅我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哎呀，汉方本草这名字多好啊，怎么就不能用呢？哎，你也别想那个了，那既然已经用了，咱们赶紧想一个好的吧。汉方本草。要么改成古方，古方跟汉方一个意思。哦，跟卖假药似的。它古方，有点入土为安的意思。要么本草、百草改成汉方百草，怎么样？商标注册相似度不能超过50%，你改了一个字，还有75%是重的。再想个别的吧。而且这个系列是林凡他父亲是以宫廷秘方这个是为基础的，所以咱们的名字还得跟宫廷有关。宫廷御医，御医堂怎么样？还是像药店的名字啊？要不然，御医堂后面加个本草会，御医堂本草会。御医堂百草会，哎，这个挺好的，还可以啊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快，你们快看那个蓝针的官网！
看了广告没？气死我了！我要准备律师函，我要把兰真告破产了。但是兰真抢注了汉方本草的商标，这是既成的事实。是啊，他们抢我们商标也就算了，是吧？啊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研究出了新配方啊，什么宫廷汉方独家秘方，这不摆明了针对我们吗？还有你看最后那几行啊，这不是给许诺泼脏水吗？职场女神高调回归，独具慧眼，认准了兰真的潜力，哎，他怎么什么都敢写啊？我说你倒说句话呢！这事不知道许诺知道没？我先去找他，我得稳住他。以他的个性，如果知道的话，肯定得跟老赵拼命。不会吧？感觉就是在造谣。我觉得不可能啊。我也觉得不可能的。学长，学长。许诺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赵是疯了吗？搞这么大阵仗？你说吧，你要怎么还击？我来帮你搞定。敢这么造谣欺负我们迪欧没人？网上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是来办理离职手续的，马上就要回兰真。在迪欧的这段时间，我过得很开心，感谢各位同仁的关照。沈总，许诺，你刚刚在楼下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辞职去兰真？你还在跟我开玩笑呢吧？怎么了？我不能辞职吗？我签了卖身契的。别闹了好吗？发生什么了？为什么要辞职？难道兰真官网上面说的都是真的？那些样品我没有拿去送检，而是直接拿给了赵天成。你说什么？我完全想不到有什么理由你可以这么做。赵天成对你做了什么？你告诉我。赵总对我很好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？你疯了吗？许诺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谢谢沈总这段时间对我的关照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来迪欧前对你说过的话？当时我就嘱咐过你，对我来迪欧的理由要保持好奇心，不要有大跌眼镜的一天。看来沈总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。等等，你叫我相信你，我做到了，所以我现在相信你。你是在开玩笑的，你是在逗我们玩吧？我来迪欧之前还真没有想到，伟大的沈总还有这样一面。不管我说了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发过誓，当年被你毁掉的滋味，我要让你亲自尝尝；当年被你害得失去的一切，我要一样一样的拿回来。现在我做到了，谢谢你搭台，让我来迪欧，我玩得很开心，我要回去了。玩儿？你来迪欧是玩的？许诺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这个我以后会跟你解释。哎，
徐脑，我不相信你是因为3年前的事情在报复帝王。信不信由你。你就算是用计，不能挑这个时候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和法方的关系很紧迫吗？林凡，有这个时间跟我啰嗦，你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危机公关。你先出去，我有话跟他说。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？沈总，真的还是假的？难道你自己没有判断力吗？难道我现在推翻我刚才说的话你就信了吗？别幼稚了好吗？我相信你，我可以当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从你进迪欧第一天开始，就处心积虑想要拿回你所失去的一切，没有问题。可是我们的感情呢？也是你设计的。你不会天真到以为我真的爱你吧？你听好了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对你从来就没有动过真心。不相信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买来送给3岁孩子的吗？相信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看清楚了吗？信了没有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早就受够了，你不过只是会躲在镜子后面窥视的男人。可笑的是，你看了这么久，还是没有看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，竟然以为我会爱你。行动！现在信了吧？我会努力让你看到，我有能力，也有资格和你一起把迪欧越做越好。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碰到的男人都是人渣。我也是恩怨分明的人，我的名字叫许诺，是一诺千金的诺，不是唯唯诺诺的诺。上家。上甲。上甲。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六苦粥对不对？这不是你的本意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的本意。我也到了该回兰芝的时候了。你到底怎么想的你啊？我们
好不容易在迪欧创出这么多业绩，你现在突然间说走就走，你有没有想过沈志泽？我连伴娘的衣服都已经选好了，你现在跟我来这出吗？你现在跟我也没什么可说的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我一开始来迪欧就是个错误，现在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。之前是我糊涂，现在不是你糊涂，是我糊涂，而且我不止糊涂，我是脑子里面进水了，才让你这样耍得团团转。刘瑞，你别这样，这是你的选择，我管不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这中间到底耍的是什么把戏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后悔了，你别哭着来找我。刘瑞，我们还能做好朋友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在这儿都坐了一晚上了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哎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好歹说一声呢。现在整个公司，甚至到整个行业内，全都震惊了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我知道你烦，你难受，我也一样。我也没有想到许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可是总觉得哪里有问题，不应该这样的。好，你不愿意说也可以。你从中午到现在什么都没吃，走，走，我下面给你吃。志泽，我听到公司出事了，就从意大利赶回来。你不要担心，我会陪着你。我会帮你想办法。我看到你难过，我比你更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明天我去搞定法方，跟他们解释清楚，稳定他们，然后再搞定研发项目。谢谢。我一定会让许诺付出代价的。帮我打卡。徐总，我来上班，谢谢。上班？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许诺，徐总，他怎么回来了呀？是啊，不知道。真是。弯弯，曲弯弯。曲经理，你在这里迎接我呀？来欢迎一下新同事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旧同事更合适吧？都好，职场自古以来都是一代新人换旧人，只要曲经理叫着顺口，怎么着都行。徐总监，你还是这么会说话。记得我刚离开迪欧的时候，你曾经劝我，要好好走自己的路，不要再让别人利用。徐总的话，我可是时时刻刻的记在心里。不过我的话，你好像当耳边风了。是啊，我脑容量太小了，无关紧要的事情和话听过就忘了。
那我再提醒你一次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也许有一天你也会走我这条路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许诺说了算。我马上就要被升为副总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直属下级。想想你堂堂的许诺，马上也要常常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，我这心里啊，还真是有点小激动呢。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你在后悔当初帮了我那么多，觉得我忘恩负义？随便你怎么想。自从我进了蓝针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为自己活。我再也不用看你们的眼色过日子了。曲总啊，其实你开心就好。别说，我还真的很想尝一尝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。毕竟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。不如曲总你经验丰富。许诺你，来，坐。你赢了，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什么叫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呀？这些东西原本就是我的，这叫物归原主。物归原主，对，我在你眼里不过是个物件罢了。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再怎么拼命，都只是你和迪欧之间的一枚棋子。老赵，我特别想问问你，你看中的真的是我这个人吗？当然，不是，你这是老板心态，你只不过把每个员工都当成了你的私有物品。当初我辞职伤了你的自尊，让你觉得你的领土受到了侵犯。但是现在东西我都给你拿回来了，人也站在你面前了，你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？许诺，你可以说我是一个狡诈的商人。你可以说我说话不算话，但是我对你，我从来都会兑现我的承诺。资料在电脑里头。好了，这下你心里踏实了。可以安安心心上班了吧？嗯。我已经打过卡了，许诺的名字又重新出现在了蓝针，但我没有办法好好工作。你当我辞职也好，休假也罢，反正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一切，我必须要离开一段时间。许诺，许诺，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可造之才，你今后能够成大器，但是你的骨子里还是一个小女人，你缺乏一个狠劲儿，我很不认同你这种心态。但是这一次，我理解你，你走吧。赵总，出去。果然如我们所料，法方这次真的怒了。
他们不停地在质问我们，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可能我们会彻底失去菲娜夫人的信任，到时候迪欧的处境就更难了。不过现在唯一的好处就是，法方承认许诺是商业间谍，对蓝真不耻。蓝真想要再跟欧亚合作，也很困难。赵天成根本不在乎这些的，他现在又有配方又有许诺，他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啊？林凡，伯父还好吗？他和你一样，把自己关在房里一整天，不吃不喝的，就差拿着我妈的遗像跪着求他了。不过今天早上他突然出来了，说他想通了，他觉得万事随缘，能做利民济世的好事，谁做都一样，然后就出诊去了。不过他觉得许诺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，他觉得当中一定有鬼，他坚信许诺的为人。伯父能想开就好了。公司的事情可以慢慢解决，最怕的就是老人家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要找到这个新产品的替代品。你能振作起来就好了。沈总，董事长回来了。妈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志泽，正好你的母亲也回来了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儿了结一下。爸，这时候拿这个出来干什么？你别管。志泽，这份协议什么内容你还记得吧？伯父，我当然记得。如果迪欧今年不能上市，公司70%的股份归您。迪欧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完全是你一手造成的。安妮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呢视而不见，偏偏要去追那个叫许诺的。现在好了，鸡飞蛋打。现在你怎么向我们交代？如果你还想对迪欧有所担当的话，马上和曼妮结婚，否则这个协议可不是签着玩的。志泽，你伯父现在是在给你台阶下，能够娶到曼妮是你的幸福，更何况你非常的清楚，这一直是你妈妈所希望的结果。妈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，为了迪欧，但您真的不需要再这么牺牲下去了。伯父，你说的没错，今天迪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，都是我的责任。您以一个父亲的心情关心您的女儿，希望她找到一个好的归宿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可是您真的觉得用这样的一份协议能够买到她的爱情吗？能够替你的女儿找到一个最佳的归宿吗？对曼妮来说公平吗？爸，不要再逼志泽了。我逼他什么了？如果当初我们的建议他能够接受，今天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你拿这份协议来逼志泽，是对我感情的最大侮辱。跟我的感情相比，这份协议什么都不是。你不能拿它来逼志泽，你也不能拿它来替我的感情做出决断。好，这才是我的女儿。曼妮啊，我是看在你这么多年对迪欧、对志泽付出了那么许多，我是怕你心里放不下，
所以才看起来我是多虑了。女儿，你是对的，你长大了，以后老爸也就用不着为你操那么多的心。好，此事就此了断。我们母子欠你们实在是太多了，这么多年来，迪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都鼎力相助。那你相信阿姨，你永远在我心里边都是我的女儿。谢谢阿姨。您放心，我从以前到现在，一直都把曼妮当自己的妹妹。从今往后，我还是会一样，把她当成自己的家人。刚才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现在感觉很轻松，很舒服，好多了。感觉你出国这段时间长大了，成熟了。离开公司这段时间，我也想明白了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该为我自己好好打算了。毕竟我也不小了，31岁了。对了，昨天来不及，忘了把这个给你。这是我在剑桥看到的，因为上面这句话，我想买回来送给你。谢谢。哎，都开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在想什么呢？那扑出来了，来，稍微要专心。儿子啊，你心里有事儿吧？是不是还惦记着小诺的事儿？老爹，不愧是神医啊，人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。你是怎么肯定许诺不是商业间谍的？儿子啊，你不是学医的啊，但是老爸在问诊的时候，你多少能看出一点门道吧？我为什么给病人抓这个药？我凭的是什么？望闻问切。没错，望闻问切那只是医生的一个手段而已。任何一个医生心里面啊，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心都要有数。我举例，这个病人啊，好比说他头上长了疮，这个脚底啊长了水泡，他为什么长了疮？为什么长了水泡？你要给他做一个判断，心里要有数。也许他是得了湿疹，这个也许他毒火攻心啊。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信心。我呢，现在是判断许诺是有苦衷。老爹，你这也太主观了吧？你都不用看证据的。你是律师啊，证据是应该你去找。难道你就不相信许诺他现在有苦衷吗？我也愿意相信啊，可是那你就去找啊。我相信我儿子能找到的。林总，哎，来了，来，请坐。
现在该喊你曲总。这几天不见，越来越漂亮了，看来还是蓝镇的风水养人啊。林总，你就别打趣我了。离开迪欧的时候，我也没好好跟你告个别。其实我是害怕见到你，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。我还真没想到你会主动请我吃这顿饭。这什么话呀？不管怎么说，你虽然从迪欧离开了，我们做不成同事，我们还是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林总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以后呢，也不要老林总林总的，你就叫我林凡就好了。林凡。哎，那个许诺去了蓝镇之后怎么样啊？果然我想的没错，要不是因为许诺，你怎么可能请我吃这顿饭呢？这许诺从迪欧离开，毕竟对迪欧的打击非常大，你就出于老朋友的情面，给我爆料呗，让我回去好好交差啊。爆料？你要我爆什么料？他回蓝镇之后打了卡，就请假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他为什么回蓝镇啊？为什么回蓝镇？为了职位、薪水，你怎么不直接去问他？我很高兴你请我吃这顿饭，不过以后，林凡，别再约我了，让我和过去彻底告别吧。于大美女，找我什么事儿呢？我想跟你聊聊许诺。好，坐。想找我聊许诺什么呀？许诺为什么会离开迪欧，回了蓝镇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初许诺跳槽去了你迪欧，于总你一直都在算计怎么把许诺赶出迪欧，对吧？是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他走了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啊，沈志泽也回到你身边了，你还惦记这事干嘛？他走了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好事，我也一直在想办法把他弄走，但是不成功。我想知道赵总是用什么办法做到的？我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没听你们沈总说吗？许诺是自愿离开的。他骗得了沈志泽，骗不了我，因为我们都是女人。这我就觉得奇怪了。于总，当初你一直怀疑许诺是我们蓝镇的卧底，现在他自己亲口承认了，你却又不相信了，你还真把我搞糊涂了。你别在我面前装傻了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太清楚了。我也领教过你的手段，毕竟我也是帮你办过事的人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到底抓了许诺什么把柄，让他可以放弃自己喜欢的人。你真的想知道？究竟怎么回事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我的手上没有许诺的任何把柄。那是为什么？但是我有沈志泽的呀。我相信你，
我愿意相信你做的这一切，是因为你说的那些原因。我知道很多事情我没有做好，很多时候我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来也不是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只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已经爱上你了。我知道我爱你，我只想请你告诉我，你爱我吗？我请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想着你的感觉，犹如风的缱绻，吹乱我的日夜，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，吹落我的日夜，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的广告以复古风为主，之后我们还会在即将开拍的以汉代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中植入广告，然后用剧中的演员作为第2季的代言人，进而进行推广。以上就是我为新产品做的营销计划，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尽管提。他一把他根本就没有前景，怎么想呀？这计划根本就不行。赵总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哎，小孟，赵总，咱们公司关于辞退员工的规章制度是怎么规定的呀？根据公司相关规定，开除员工需补发半年工资。这样，一会儿你带曲经理去一趟人事部，把相关的手续办了。是。赵总，您什么意思？徐娘，当初你让我给你这个位置，我给了，但是的确你的能力不够，你的能力跟许诺比起来，不是差的一星半点的。就你这个小儿科一样的营销计划，要是搁在3年前，就不到我的面前，在许诺那儿直接给否了。您的意思是要辞退我？对他的做法，同样也适应于在座的各位啊。我赵天成的蓝针公司，养的只是精兵强将，不养闲人。赵天成，如果没有我，你能拿到这个项目？没有我，许诺他能回来吗？曲娘，说到这个事儿，我还真得谢谢你。既然你都知道许诺回来了，你说我还留着你，有什么用呢？散会。出站的人远比进站的人要多，这说明来上海的人永远要比离开上海的人多。上海这么大，这么多人，
大多数都是外地人，他们如果能留在这里，我也一定可以。所以我相信，只要有梦想，肯努力，生活一定不会亏待你。没错，他们能留下，我一定也可以。曲安湾，加油！哇，哎呀，这么晚才来啊？哎呦，飞过来的，就差上天了。咖啡都凉了。哎，是，天冷凉得快。怎么了？年轻真好。我们也不老啊。我还记得，那个时候我坐在这里，给你和志泽加油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帮我加过油了？你全是在帮我倒喝彩，好不好？怎么这么多年你都没变过？保养的好啊。我是说，你怎么还是那么招人烦？哦，可能我爸当初在给我起名字的时候，他已经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我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人，所以他就给我起这个名字。否则他怎么叫神医嘛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些年我对志泽付出的多吗？哎，真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也就王宝钏能跟你媲美了。10年的青春啊！你该不会把我约过来就是为了感叹青春吧？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。说什么事儿？你要发誓，你发誓不能跟任何人讲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严重？发誓嘛！啊，我发誓不说。许诺这件事你怎么看？你跟我说的事和许诺还有关啊？不是，许诺这件事你怎么看？实不相瞒啊，我这些天确实是找人打听了一下，许诺没有回兰真，这件事我也很奇怪。你的感觉是对的，他把我们都骗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去找了赵天成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要不是我找了赵天成，我也不会知道。我一直以为许诺有什么把柄在他的手里。赵天成果然老谋深算啊，威胁不了沈志泽，就在许诺身上下功夫。如果我是许诺，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这么做。他其实对志泽用情还是很深的。你觉得我应该告诉志泽吗？如果告诉志泽，他肯定要把许诺追回来，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想，只要他在我身边，我就有希望，而这个希望支撑了我整个青春。可许诺出现了，许诺的出现让我觉得我的希望变得很渺茫。现在许诺又走了，我又觉得我有希望了。我是不是很自私啊？